055参加中俄联合军演，展示的新能力，说明中国海军的战略思想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呢，日本人发现自己周边的海域有点热闹，先是10艘俄罗斯舰艇跑出来打对导弹，然后自己组织拦截，搞了一次攻防演练。然后呢，又看到中国6艘战舰穿过对马海峡，向东北方向航行，一路到了俄罗斯，跟俄罗斯海军搞了2021的海上联合军演。那么很多人关注到这次演习呢，中国是把最先进的055导弹驱逐舰拿出来了。有评论说，055一艘舰的火力可以比得上俄罗斯在远东的全部主战舰艇总和。那么如果我们再算一步，算上珠海航展看到的新的是一弹4坑的技术，再考虑到055可能发射中近程防空导弹、远程防空导弹、反潜导弹、远程反舰导弹、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，这些能力都算上的话，那么055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它就是一个海上堡垒。至于说055能不能够跟整个远东俄罗斯海军对比，这个呢我们不用仔细考究，它能够参加联合演习，就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海军的能力变化，还有几十年来战略思想的不同。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以前的中俄联合海上军演，从2012到2021，10年间我们就能看到参演兵力的变化，可以说是变了几代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引进的俄罗斯现代级驱逐舰就是主力了。后来呢，现代级逐渐被052C、052D 取代，到今天055已经可以公开展示。而俄罗斯方面，主力舰艇是光荣级巡洋舰，这么多年了还是光荣级巡洋舰。对于光荣级，可能30多年前我们羡慕过，美苏首脑会议的时候，光荣级和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都一起停泊过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光荣，多少是把当成历史见证者来看的。那么中俄之间的海军比较真是此消彼长。其实呢，很多人比较中俄海军的时候呢，更多的是看了装备的现代化水平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变化更值得我们去琢磨去思考，那就是双方海军这些作战舰艇所体现出的作战思想，这10多年来也是此消彼长，变了太多。冷战时期，苏联海军主要作战任务有3个方向，最重要的是掩护弹道导弹核潜艇进入深海，实现战略核威慑。其次呢，就是在比较敏感的、比较靠近苏联的海域玩跟踪群战术，争取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刻就跟美军航母编队近距离玩对消。再有呢，就是保护陆军的海岸侧翼，组织登陆或者是抗登陆。而现在我们看到，俄罗斯海军新装备的舰艇都是护卫舰、轻型护卫舰，还有少量的核潜艇。水面舰艇带个锆石导弹，就算是小船扛大炮，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到本土岸边，不得不收缩。而解放军海军呢，发展战略正好相反，是越来越面向远洋。当年关于海军发展战略还有一次大讨论，就是有人建议只能在家门口搞近岸防御就足够了，而且还有人著书立说千万不要搞航母，航母是帝国主义的，是21世纪铁棺材，我们不搞航母是对国际社会的坚定的承诺。还有人建议往前走一步，发展到近海海军就好，近海近洋其实是一回事。那么更有人建议一定要走向远洋海军。最后证明幸亏是最后一派，就是远洋这一派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。当年如果不是给自己一些压力，下决心往远洋闯，那么现在面对台湾问题，我们还会面临海洋方向战略纵深不足的窘迫境况。所以航母编队要有，大型配套水面舰艇就要和世界先进水平对标。大方向确定以后，那么原来一些说千万不能搞航母的人也开始著书立说，假装自己一贯是中国最大的航母派了。其实不造航母根本不是我们该做的承诺，保卫祖国、维护世界和平才是我们对世界的坚定承诺。那么反映到装备体系和演习中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2012年我们中俄联合军演习中居然还有导弹艇参与，那说明基本还是岸边抗登陆的基调。而现在055的定位就是远洋海军航母编队核心的防卫力量，强调了海军航母编队在岸基飞机有效的掩护范围之外，和最强对手进行高强度全面对抗的能力。
这已经是给当年海军大战略讨论的一个结果做了最好的说明。所以我们今天拥有航母编队也好，055也罢，当年的2个依托必不可少，一个是必须有支撑强大海军的综合国力，一个是必须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战略思想。尤其是后者，需要对自己和假想敌军事思想的充分了解，需要对军事技术发展、战争样式的准确预判，需要突破和否定自己过去思想的魄力。过去20年，正好我们有了这2个依托，所以解放军海军距离100年虽然还有不到30年，但是已经越来越有了100年海军的模样。好，通过中俄海军的联合军事演习，还有055舰的配置，我们能看到中国海军怎样的变化。今天呢，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